很开心，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吕庆荣大使来到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谈一谈他的国际观。那我们先来邀请大使，麻烦你哦。好，谢谢大家。好，那就开始了哈。好，请。好，谢谢各位伙伴，谢谢你们拨空来坐在电脑前面听听我分享一些呃可能会有用的一些资讯。那么，因为这些资讯呢，就一位专业观察国际议题的这个资深公民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那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从42年的外交生涯，还有各个不同领域，也就是说跟有邦交、无邦交、双边、多边，在处理这些国际议题方面当然包括双边也包括多边，我刚讲，会有一些实务上的这个累积起来的一些叫我们讲说观察点。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甚至有呢想到下一步会怎么做，或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许呢跟一般的这些有识之士不见得会尽然相同。那也因为不相同，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那当然上网来看看我们被学院里面所提供的这些资讯呢，应该是蛮有趣的。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档案呢，一开始这个是一个英文的这个档案。这个档案呢，是我去年9月应邀到台大国际学院，去做专题演讲，那是英语学程。那全程用英语去解说，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的这个国情，介绍国际学生，因为200个以上的学生在现场听。一半是外籍生。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台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籍生到台湾来，所以呢，台大的国际学院呢，他们有这么一个课程，就是认识台湾。那他们找我去，那我也很高兴，因为去年9月去了以后呢，那今年的5月呢，他第2次再请我去。那有2个意思可以解读第一个呢，就是上一次因为学生跟这一学期的学生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很显然的呢，他们发觉到说，听我讲故事呢是蛮有趣的。那这第一个的观察点。第二个观察点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档案就在 PowerPoint 上面你现在来不及看没关系这档案你回头再去看。那这些资讯呢，都是我这几十年来，真的是几十年来我在行政院新闻局这个当完兵，1965年，民国65年然后进到新闻局，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所累积出来的对国情的理解，还有对国际事务甚至于特别珍贵的就是多边国际事务的理解，尤其推动 WHA。还有呢，推动参与联合国这一些做国际 lobby 的工作呢，对我来讲都是很有用的一些资讯。那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分享，所以呢，前几次的报告当中呢，有些我的基本资料呢，大家自己再去看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选定说，我们就讲法国，讲法兰西。那讲法国，那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分几个面向，就是第一个呢 ，PowerPoint 让他去跑，有的是上一次有用过，但是呢，觉得跟这次有关的话，我还是把它放进来。那没关系反正以后你要重看，你看过了你就跳过去就好了他不会生气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呢是比较着重于说法国在国际议题方面。它可以或者它正在可以就是指现在跟未来可以继续扮演的角色。那么它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度在哪里？那贡献度相对的就是影响力。那以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虽然从1964年跟法国断交，可是呢，我们也看到
几个案例呢，你听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说哇对我们国家来讲的话，那是真的是一个高度的肯定。我们就先讲这5月的时候呢，这个去年5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叫做辉能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叫做电池制造商叫辉能它跟辉达不一样这辉能呢是台湾的一家土产的这个用瓷器做基石的一个做电动汽车的。那呢，他到法国去投资呢54亿欧元，听清楚54亿欧元，你乘以36.2的话呢，那就是新台币，折合新台币是1700多亿的新台币。那1700多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台北市1年的预算差不多那你会看到这家公司在欧洲的多少的地方，多少的理想投资地方呢，能够选到法国。他一方面是他去选法国，一方面法国也在选外国来的投资者，所以呢，你会看到彼此之间大家都在选择。那选择的话呢，就会到最后呢做一个等于说规划。这个规划呢，就是一个是短期的，那就是一开始当然要先谈判，谈多久呢？商业机密即使已经谈过了，现在大家大概都会知道。那么前后后呢，这家辉能公司呢，杨总执行长呢到欧洲去不知道几次，那跟法国呢也不知道谈了多少次起码有2年以上呢，他要选择很多的地方。最后呢，他们就选在这个法国西北部的那个叫做敦刻尔克那个省里面呢，在那个地方呢选定这个设立厂址。那这个呢，对法国总统来讲，对法国政府来讲呢，意义重大。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如果回顾我们跟法国在1964年断交以来到现在呢，你会看到双边关系的演进的情形。那我们长的不说我们就光讲说，我们跟法国宣布断交没多久呢，多少的法国精英都认为说，哎呀，台湾大概就此了结了，可能会消失了，这个国家大概没希望了。但他没有想到说到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还存在第二个呢，他甚至于呢高度肯定我们在好几个领域里边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就促成他们也愿意提供优惠的条件，然后呢由法国这个够格的这个厂家去跟他双边合作。我们知道双边合作就是追求双赢加多赢，为什么呢？我们叫做双赢加一这个一呢是无限的多，因为一方面辉能公司呢，他们最后会选定法国的话呢，那个杨思蕊执行长他就解释过我们呢不是只有看到法国的市场，我们是看到欧洲的市场。那么它的产地就在汽车的这个生产大国里边呢，那当然它有地利之便以外呢，它也可以利用因为这个电动车要用的电池不是只有这个电的系统它有整套的完整的这些资讯，所以呢底下的相关的配合的这个资讯呢，或者生产的这个我们讲说网络，那必须要能够配合，那他们都检测过了，所以到最后呢，彼此互相看重也因此呢，就在这个马克龙总统主持签约仪式的典礼，他做见证之后呢，他公开的肯定，他说这个施能公司呢是从台湾来的辉能公司是一家从台湾来的公司。那当然，在这个同时呢，你也看到相隔没有多久呢，他们也跟中国大陆的一家专门做电动汽车的电池厂在合作。那这里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感觉。
法国既然它跟中国大陆有邦交，那双边的关系包括经济、贸易、相互投资各项关系呢，当然都是非常的密切。密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市场，中国大陆呢，也有些地方呢是法国他们所特别在意的，尤其是葡萄酒这方面。那这些等一下我们会陆陆续的再回来，因为我们今天讲法国的话，就专讲法国。那你现在从我们看到的这个 PowerPoint 里边的这些档案的话呢，我先声明因为这个是我一直到今天下午呢，还把新的资料加进去，然后次序呢我也有所调整，所以你会看到这里边的资讯呢，也许不是像一般学院派的讲哪一部分呢，就只有讲这些。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希望给各位伙伴们一个完整的资料的话呢，所以呢我就不会说照着那个 PowerPoint 的秩序去讲，不会。那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你要了解法国，法国在这个叫做诺贝尔奖里边呢，他得到的奖次呢就有这么多一共71个人次。那你可以看它一个国家在全球的包括呢和平、化学、医疗这些这个领域里边呢，它前后得到了71个这个呢，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国家它了不起的地方。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观光，我们国人的观光的人数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法国相比。可是呢，我也特别注意到法国呢，因为它有它足够的诱因，所以呢，有多少的这个观光客呢愿意到法国去？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过，2019年呢，法国第一次接待的国际观光客呢，超过9000万人次。那24年就是去年呢，因为办奥运的关系，已经超过1亿人次。那1亿人次就今年来讲的话呢，到现在为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会很清楚的会吸引到超过1亿人次的这个观光客。那国际观光客带给法国的经济效益呢，那当然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他们在这个观光收益这方面呢，你看来你会很羡慕。相对的呢，我们回头看看台湾呢，我们呢，当然因为特殊环境的关系，再加上呢，这个最近两岸关系有多少的媒体呢关注到说台湾海峡或者是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度，那因此呢，你会看到国外来台湾的入境的观光旅客呢，它有成长，但是呢，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这些数据呢，里面档案里面都有。那对法国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观光不是只有观光。我们1980年的时候呢，观光局的局长叫余伟先生，他有一次到巴黎去参加国际观光会议。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到法国去，我陪他，他讲了一段这个跟当地这个国际叫做观光国务院，就相当于我们的观光部了因为它有完整的部，还有底下就是国务院的 Secretary d'État au Tourisme。那么他就有一位外国的观光部长就问他说：“哎，部长阁下，请问你们法国怎么样拓展观光？”这位部长呢，面带微笑的说：“我们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你不就来了？”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如果讲禅意很深的话呢，的确呢，你可以讲1个钟头。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观光是产业的火车头。你想一想假使我们跟法国没有办法经由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到最后呢，法国呢同意我们的长荣飞巴黎呢每天1班，从原来1978年开始华航到
法国圣克鲁的巴黎近郊呢去设立欧洲办事处。那一直到呢1992年的时候呢，我们跟法国签了叫做航空协议。那时候这个协议呢，并不是政府跟政府，不是，那时候是台北航空运输协会跟巴黎的航空运输协会呢彼此互签，然后呢背后呢两国政府呢承认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没有邦交国家，两个没有邦交国家之间的商务上的这个叫做国际和叫做协议。那这个协议呢，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呢，我在2005年7月回到台北。那2005年那一年的6月底7月初呢，我们就跟法国的观光局呢，这个航政司方面呢就已经谈好，就说，双边能够从每周4班增加到每天1班。那我们搭飞机的人或者旅客呢，大概都知道，一家航空公司，如果他每天都有1班的话，那么对旅客安排行程来讲，尤其是商务客当然就会更方便，所以他的生意呢，绝对会比1个礼拜4班来得更好。这个呢，从长荣这个航空本身的这个资料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跟法国到最后签署了这个叫做包机协议之后，那是1992年的时候。那本来呢，华航是希望由它去飞，但后来呢，因为我们跟奥地利、跟英国、跟欧洲这些国家呢，都已经在航班交换这方面都签了协议，所以呢，由交通部观光局来分配。分配的结果呢，长荣飞巴黎，那伦敦呢由这个华航去飞。那另外那个奥地利呢，也是由奥地利应该也是由这个华航去飞。那这个奥地利是华航，然后呢，法兰克福呢是长荣去飞。那这一些的安排呢，这个要回到外交的务实面，就是你如果彼此之间没有一定的客源，也就是说经济效益不够好的话呢，大概呢不会有人去想办法去投资，因为你开设航线要有很多的谈判。而今天呢，我们再看我们跟美国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新措施，造成全世界大家呢都是忐忑不安。那即使到现在为止呢，总共已经公布的呢也没有超过20个国家，而我们没有在里面。所以呢，哪怕大家现在是引颈盼铃的期待早一点知道，可是呢，你说不定到明天呢，又会有一个川普。刚刚我们跟知颖讲着也许川普呢又改变意见了慢1个礼拜再告诉你，把你吊在那里。但他也可能呢，明天呢做一个宣布，这个宣布呢就先多少，然后再怎么样。那由于川普总统呢他的不确定性，而且呢他说改就改，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自主权。那至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全世界其他只要跟美国有关系的国家呢，都会遭遇到的不确定的因素。那换句话说呢，你紧张也没有用，你担心也没有用，那就回到基本面，就是你的整体国家实力何在。那我们谈整体国家实力的话呢，我们刚好 PowerPoint 呢跑到台湾的军力措施、军事的力量，2025年。那如果呢，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那就整体的军事装备而言的话呢，我们呢可以在它这个档案里边呢，我们可以列明呢这个全球第22名。那当然这一些呢都不是浪得虚名，而这一些也说明了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当中
而且在现在多元多变的国际社会当中呢，你这军事力量呢，当然是至关重要。因为军事力量有两个，一个是拿来欺侮别人或者进攻别人比如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我防卫防止呢境外的敌人呢来找你麻烦，你有自卫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两个，一个就是阻挡外来的军事侵略，另外一个呢就是防阻或者确保你的安全。这个呢都是两面论。那因为你要强化你的国防，那很简单，那你就要增加你在这方面的投资。那增加的投资呢，又包括你的第一个重工业，你能不能自己生产？如果不行，你从外面买，你要外面买，你要买得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武器呢、设备呢，我们想买也买不到这也是为什么造就了后来我们自己呢造飞机，然后买专利，然后买配件，然后在台湾自己造。那现在呢，我们要造潜艇，当然没有做，你永远不知道你做得出来跟做不出来。那换句话说呢，努力一定有机会，这个是我很简单的，大家都同意的一个生活的哲学。那我们看看法国的国防力量，它全世界里边呢，就资料里边排名呢，全世界呢第7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军火交易或者军备，就是军事装备的交易额呢，大国呢它是排名在第4也就是说，美国、中国大陆，还有呢俄罗斯，再来就是法国。那法国呢，你会看到法国的国家元首呢，他即使出国做国事访问的话呢，他也是一个法国产品、法国公司的推销者。比如说他到沙地阿拉伯，比如说他到印度，对不对？那甚至于去年的法国国庆日呢，这个贵宾国宾当年度的外来的国宾呢，请的呢就是印度的这个总理。那之后呢，你也看到印度跟法国就在马克龙总统去访问之后呢，也签署了他们购买他的哈法的法国的这个战斗机这个战斗机呢，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大概1个多月前呢，巴基斯坦跟印度不是打架吗？不是吵架吗？结果呢，竟然有哈法了，就是这个标风法国做了最先进的这个战机呢，被打下来当然法国呢也很奇怪，怎么会被打下来？那这个巴基斯坦呢，他当然很高兴，因为呢，他们本身的空军呢，倒不是说特别强到哪里去，但是呢，他们有的这些设备，包括飞弹呢，竟然呢能够把这个哈法尔打下来呢，这个是震惊全世界。所以呢，你会看到以法国来讲，它的军工业呢，当然在全球里面呢，好几个领域它是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看到俄乌战争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呢，法国就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它是主张2国方案，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实质上呢，它是带头跟英国、跟德国合作，希望呢把欧盟的力量呢再加强，然后大家集结更多的资源就包括设备，提供设备、赠送设备，还有包括呢金钱去买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乌克兰有多少个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有带训乌克兰的这个飞行员。那你想一想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叫空军中队好了，那你要飞机要飞，你必须要第一个有飞机可以飞第二个呢，你要有这个飞行员 pilot 呢可以开飞机另外一个呢，你必须要有零件，因为你要保养，你保养要有技师，对不对？那你这一些包括经验在内，都是需要资本，都是需要投资从这个地方呢，你也看得出法国就像其他所有的欧盟国家一样，大家呢最担心的呢当然包括美国在内，因为不知道美国
川普总统又会出什么点子，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跟民生，还有国际竞争力。那相对的呢，更担心的就是俄罗斯如果拿下乌克兰的话，那他们没有办法排除说俄罗斯不会继续扩张因为大家大概都有一个共识，他认为呢，普丁呢，他要恢复苏联时代的光荣跟伟大，就好比川普要让美国再度伟大，那个精神是一样的。所以呢，面对着侵略的时候呢，你的实力就来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法国当然在军事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它当然会继续去研究，继续去投资。那我们看到投资，那就牵涉到研究跟发展。那研发的领域呢，包括民用的领域跟军用的领域这一些呢，当然也包括航空太空。我们知道，现在航太里边呢，最大的国家当然是美国，一个是法国。法国的亚利安娜飞弹、亚利安娜火箭呢，那个呢是早有名的，可以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中心NASA 里边相对抗衡的，就是法国的。可是呢，你也看到这几年来呢，中国大陆呢在这方面呢，急起直追，甚至于呢，它在有些领域里边呢，会让美国呢非常的这个关心，因为生怕被中国大陆超越，而美国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叫做国家利益呢？这个呢，你就可以从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对马斯克呢多所容忍。马斯克跟川普总统我上次分享的时候，我大概讲过，这两个人当初在川普总统要设立政府效能部，要缩减政府的这个冗员，删减或者减少政府的赤字支出，还有一个呢，希望能够缓和外债增加的负担，所以呢，他找来了马斯克亿万级的富翁当然他不缺钱是一回事，但是呢，他的经营管理企业有包括特斯拉，包括航空，包括太空设备，甚至于送人到太空去旅游，这个呢都是特斯拉，就是马克思他创造出来的一些点子跟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呢，因为他要让美国再度伟大，所以呢就会牵涉到删减政府的对不同行业的补助会，而其中呢问题比较大的，也就是最近大家都在担心的，尤其也造成这个马斯克他不赞同的地方，就是他要删减公共医疗卫生的这个领域的这个预算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这个提拨，就是拨款给他的民众，让他们呢能够呢有更好的收入问题就出在你的财源从何而来。川普的精打细算的想法就是说，我让美国的制造业呢再度伟大，让全球的制造业呢通通到我美国来这样的话呢，美国自己生产它就不会太贵，所以呢，它呢就可以创造第一个就业机会第二个呢，可以认为可以，因为你美国有产品，来你也可以外销，相对的呢，你可以改善你的经济。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多少的专家都在警告要小心，因为你制造业需要人力资源没有错，制造业呢需要技术没有错，制造业呢需要创新，需要科技，这个都需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些中阶跟低阶的劳力阶层，哪怕现在 AI 已经可以说是扮演着产业生产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呢，你究竟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人力呢是不可替代的。那当一方面川普要实践他竞选时期的诺言呢，要把非法移民撵走、遣送回他们原来的国家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
甚至于在以美国来讲这个情形跟法国也一样，法国政府呢也是积极的在促成或者采取不同的手段呢，要把非法移民呢遣送出境，遣送出到哪里去呢？出到他原来的国家。但是呢，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法国的广播呢，在法国呢就有神父，天主教的神父呢，他们在地下室里面呢，把这些非法移民呢，通通这个藏在教堂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当然不见天日，当然主要就是避免被警察抓到呢，被送回他们的原来非洲的这个原始原居地。这个情形呢，就会让我们想到说，如果一个社会里面，你的这个基层的劳工不足，那就会产生产业的问题，产生社会我们讲说生产社会正常运作的这个机制。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基本劳力要有人去做，那我们上次也讲过在法国呢，大概呢最少有2到300万的这个叫做葡萄牙人。葡萄牙因为它的经济情况比较不好，那我们不要忘掉，葡萄牙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那是全世界叱咤风云的国家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一些人，当然因为是葡萄牙过来的，所以呢，尤其他们来呢，大概在做家庭的帮佣。他们的这个非法居留的情形比较好一点。那最大宗的非法移民呢，就是偷渡来的，大概呢都是从北非过来的国家。这些国家他们入境的话呢，有几个途径，要么就是从希腊那边，要么呢从意大利然后呢再偷渡进来，还有的呢是从透过这个地中海，然后呢偷渡进来。那因为这些非洲的移民大多数都是这个以前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语文没有问题。那因此呢，相对的在法国里面呢，它光是非洲移民、非洲后裔呢，大概呢所占的人口呢，绝对超过20%。那因此有一个概念，我们大家要弄清楚，现代的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你要说纯种的哪一种人、哪一国人的话呢，这个呢，你想一想就好，你不要认真的去追究，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的 DNA 的关系，因为你的这个叫做世代这个遗传的关系，所以呢，你现在找不到纯种的哪一个人。不能够这样去自找麻烦的去确定说你是哪一种人所以呢，你了解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很快就得到忧郁症，因为你没有答案如果问题你放不下来的话呢，你就会呢经常在怀疑，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中枢神经就会受到很大的刺激跟挑战。好，那法国呢，因为它内部政局发展的情形呢，所以你看到法国、荷兰、奥地利这个德国最近这3年来呢，3年不到就疫情发生之后呢，这个问题都爆发了。为什么？因为在疫情2019年之前的话呢，这一些非法移民本来就有可是因为疫情发生了以后呢，有些人呢他发病了，送到医院去，里面没有身份，所以呢就暴露出说这一些非法移民呢，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送医，到最后呢走掉了，另外一种呢他不敢送医也走掉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19年、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让欧洲国家呢充分的体认到健康无国界。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肤色也不能够保证你生病跟不生病。那因此呢，这个就又牵涉到他们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就包括你政府提供的医护你人员的薪资，那他们的工作时数有没有过劳，还有待遇偏低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的医务医事人员呢也是不够啊。同样的呢，乡村或者比较偏远地区的医疗设备、医疗资源呢都是不足。所以一方面政府要想办法去增加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政府在医疗这方面呢，这个医疗费就是说医生的收入呢又不能够做合理的调整，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法国最近这半年来呢左派右派极左派中间左派中间右派呢，他们对改善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医疗费用最重要的这一步呢，大家都没有定论，也找不到真的是能够接受的共识这里呢又要谈到一个新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议题，这个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运作的制度呢？答案是它还不是最好。那但是呢，还找不出比它更好的制度。那有人在开玩笑说，那民主制度那么多麻烦，那么多复杂那么多的争议，那就不要民主算了。可是不要民主，那懂得民主、享受过民主滋味的国家跟人民呢，又不希望独裁，又不希望回到军权。那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发展来讲的话，原始时代一直后来变成为所谓这个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呢，就是君王的割据，军阀割据，然后呢，大家彼此呢为了利益呢来争夺征战，所以呢造成人民生活的不安定，生命的没有保障。后来呢，有这个所谓的民权基本人权的出现以后呢，从军权走向民主制度。那民主制度呢，走到现在的话呢，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体会到说，哇，强权才是重要，强权才是道理。那因为你有强权，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有效的去发展你的经济。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牵涉到社会的议题，就是教育。那教育呢，可以让民众呢获得更有利的或者更有用的竞争力。你有竞争力，你就不怕你找不到工作，或者呢，你的生活呢就会有匮乏的情形出现。那今天在法国，你会看到法国的有机会、有能力去接受良好教育的，那当然是也绝大部分没有错。这个他们也是一个义务教育，可是呢，在法国呢，我们这样解释，公立学校都叫大学，那私立学校都叫学院，很好记。一个是 Catholic Institut Catholic 天主教的学院，Université de Paris 巴黎大学这样子，很容易分。那私立跟公立在法国的高中教育里边呢，当然更多的私立学校的优质程度呢，比一般的法国的公立学校呢还好很多。可是不要忘掉，法国最精英最好的公立学校呢，像 Louis le Grand 啦、Henri IV 这些呢，都是全国的精英的精英。那换句话说呢，不一定在法国，不一定是私立学校就最好，不一定。那要看哪一所学校，所以这里呢，你就看到所谓的差别化。差别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某一个地方，在台北好了，有的学校私立的很好有的学校呢公立的很好那这个我讲就知道，比如说北一女的建中成功工学这些是公立的很好，可是你也不能否认，还是有一些私立学校也非常好。他的升学率，他的这个考取率或者甚至以后毕业的就业市场里边的这个满意度呢，都不会让人家失望这个就是你回到我们现在大家都追求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说，譬如说小孩子他有机会接受教育，对不对？那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同时，这个跟你的家庭的背景跟你的机遇都有关联。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不会伟大，可是倒过来讲，一个国家没有教育不会成长。
因为教育是一个必要的投资。那教育呢分几个面向，一个呢就是政策的问题，你政府要不要发展教育，要不要投资教育，你的教育占预算的多少？那因为预算牵涉到人力资源的配备，你的师资的养成，甚至于你当助教或者学校里边，多少班级多少学生要有多少的行政人员，否则教师兼行政，那会不会影响他的教学？那另外一个呢，在校务的管理，这个又是专家，是不是由这个所谓的教师来改任升任，或者是由行政人员去升任，或者是由这个高级的这个教育机构，比如大学校长里面去当校长这个呢都有各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安排跟可能性。而你从台湾，我们在台湾跟法国让法国人佩服的就是台湾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呢，我这样讲我们在法国设有一个叫做教育组，教育组是由教育部派出去的。那以前有一个这个国际合作处，就是这个教育部底下的一个单位。现在呢都是由教育部本身直接派出去，当然也就是国际合作处。那派去的这个组长呢，他的专门负责推动，还有进一步的深化我们跟法国教育领域的合作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呢我们去撮合我们的好的大学跟这个法国的好的大学去交流去合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科技组就科学部科技组呢合作呢，去针对法国的科技研发的研究所或者机构呢，去促成双边的合作计划。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有经济组，促进台湾跟法国之间的经济互动落实双边的合作。那这个地方呢，回到一个基本的面，就是如果你的合作对象不够好的话呢，大概呢你会犹豫再三。而今天我们拿法国跟台湾来谈的话呢，你会呢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科技领域我们的教育水准教育程度甚至呢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呢，都成为法国我们讲说广义的讲，法国政府吸收的对象。各位大概听过，我们有高中生这个到法国去，因为他们提供比如说1年12个这个高中优质的学生，数理强的，他呢经过考试、经过甄选以后呢，到法国去参加比赛以外呢，他把法国最好的 Louis le Grand还有 Henri IV 这2所学校里边的几个空位置呢，留下来专门保留给台湾学生。那换句话说，2个方向，2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台湾学生优质的程度呢，跟世界其他的优质的学生，跟法国优质的学生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里面上课，就见证台湾的人力资源的水准不差。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透过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交流跟合作，我们跟法国，比如说高中的这个交流计划、交流合作计划呢，最少超过50个。这个50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校里面，他们比如说他们有的要重视这个叫做中文教育那当然就会找台湾的这个学校里面做交流。交流的话呢，它有几个不同的方式，这个跟扶轮社的国际扶轮青年交换计划呢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彼此提供这个学习的机会，包括语文，包括认识对方的国家。有一点呢，我们跟法国在教育领域方面的合作呢，法国有一个大学教育协会。这个协会呢，每一年跟我们国内的高等教育协会呢，每一年呢，1年在台北，1年在巴黎举办高等教育合作的研讨会。那把心想要做的呢提出来，大家讨论，大家研究，最后呢做成建议，然后持续的去进行。我跟各位报告，这个计划呢最少已经进行20年。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产业领域来讲，刚刚我讲的辉能，为什么我们会去他也欢迎我们去因为彼此有相互的了解。教育的目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彼此之间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我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我知道你什么地方比我还厉害，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追求双赢或者是多赢。多赢就是我们合作，然后再拓展到第三个国家去这个叫做多赢。那这种模式呢，就提供了台湾青年跟国际社会交流、跟国际接轨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法国的青年精英呢了解，你在台湾，除了你的生活安定以外，你的医疗保险、你的林林总总呢，都是让我安心，也让家长放心的一个等于说的合作的对象的国家呢。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你会很快乐的看到我们在国际社会里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用心努力，还有具体的成果呢，让人家看到你们台湾真的跟以前不一样。还有一点要讲的白一点，就是你们跟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呢，牵涉到政治制度，当然制度的不同会让人们对评判或者这个叫做断定一个国家的这个制度或者它的未来的时候呢，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个依据呢，我先讲清楚，没有绝对的肯定，没有绝对的对跟不对，不是的。它可能因为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国家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以后，需要有哪一些表现，那可能时空环境改变了以后呢，你要必须与日俱增，随时调整，还有不断的进步，否则的话呢，很简单，你不进步，别人一直都在进步，你就会很困难。这是为什么今天看到法国，它本身在教育方面呢，他们也不断的到国际社会里面去看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是他的优质的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有我讲，法国人也都可以肯定。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富士康他呢在2个月前呢跟法国的达莱斯这一家高级的科技中心里边呢签了一个双边合作协议，2.4亿欧元，你乘以36就新台币那你想一想，如果这些高科技研发生产我们没有足够的水准的话呢，法国不会跟你合作。那相对的呢，我刚刚讲的那个电瓷器的瓷盘的瓷器盘瓷器陶瓷的瓷去做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呢也一样。如果你条件不够好的话呢，我们大概辉能公司不会投资78亿欧元到法国去投资。这中间呢，我看了我自己都在想说，我们呢真的是有些地方是没有进步。为什么？当辉能公司决定要去法国，而且在法国举办公开的记者会，媒体当然报道的同时，国内呢就有人在酸他，只要你心中已经没有台湾了，你要迁离台湾了巴不得呢，到最后呢，逼不得了这个杨执行长呢，他就另外在台湾举办召开一个记者会，他说不是，我是国际化公司的经营拓展到全世界最重要的汽车制造厂商的这个国家欧洲里面去，我并没有放弃台湾，因为我原本就计划在台湾增加投资1000亿的新台币。各位，当我们的国人在资讯不全的时候，你就开骂你就去酸人家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好不好？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名尺。那换句话说呢，我讲到这里要导入的就是法国人民的理性程度。法国的理性呢2个层面，一个呢就是来自于他的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整个叫做社会风气他的教育呢，我们谈
谈法国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法国教育的目标了它的目标就是教导法国男女小孩或者男女青年呢，认识共和国的价值。我记得上次我大概提过共和国的价值只有自由、民主跟人权。那换句话说，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以后，那你看到法国在民主人权的发展情形的话呢，你会讲说，哇，这个真的是先进国家。那上一次呢，我也提到过，他的民主素养呢，让我们十分的钦佩，起码我个人非常的钦佩。为什么？马克龙总统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就是2025年的1月1号的前一个晚上呢，他除夕谈话，它里面呢，他有一段话呢，让我每一次分享我都会提到，人家法国人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当然他有很多地方呢，也许你会觉得他们很现实他们怎么样这些我们等一下再说。那马克龙总统呢，他竟然呢在他的致辞里面呢讲到，我们很高兴2024年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那另外一个呢，他们呢在照原来所期待的，在5年之内呢，把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他们做到了。好了，那另外一个呢，他也特别讲，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呢，我们继续往前迈向光辉的法国那其中呢，他有一段话呢，他这样讲，他说：“我很遗憾，我深深的感到遗憾这个去年的就是去年就4月的时候呢，因为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呢，那极右派呢得票率呢超过24%、25%，所以呢他没有讲，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担心极右派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极右派掌权执政这样的话对法国来讲绝对是不可抗拒的一个忧虑，所以呢，他就提前解散国会。那解散国会就要重选，重选的结果呢，他的党呢并不如他意，他并没有得到最多的，或者没有得到1半以上的绝对多数，因此呢，他的党排名第3，那势必要跟第2这个去合作。跟第一这个去合作，因为都没有这个超过50%，所以呢，就造就了今天左派、右派、极左、极右、中间，我刚才讲过了，这些呢，林林总总，未来要组织一个政府呢，前后花了5个月的时间。对，这个对法国的民主政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我们讲说挑战。那为什么我跳过来讲呢？因为这2天已经有人在警告，有人在提出探讨的议题，说法国第5共和国大概走到末端，可能呢要做法国政治上的重大的改革。那我们知道1958年，对不起，戴高乐成立第5共和。那成立第5共和国以后呢，是能够让政府呢能够稳定下来，结果他们做到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总统呢代表国家，是国家的元首，总统呢掌理国防跟外交，跟我们的一样。那其他的国政呢，国家事务呢由总理去负责。那他们呢，因为是属于双重首长制，所以呢，国会的这个绝大多数呢就可以推举这个叫做总理。那总理被推举出来以后呢，或者总统提名出来的这个总理人选要经国会同意，所以我刚刚讲总理必须出自于国会的第一个，要么超过50%的席位，要么就是组联合政府。那联合政府的话呢，就法国政府来讲的话呢，这一次就是去年的大选以后呢，组成现任的这个贝户这个总理呢，他是属于联合政府。法国以前没有第5共和国时代没有联合政府，因为他都可以找到1半以上，取得1半以上的席位。
那联合政府的困难在哪里？你如果看德国，你就知道德国呢也是因为基民党还有基社党还有他们的绿党呢彼此之间呢得票都没有超过50%，就是必要的多数，所以呢他们的政府呢也是不稳定的，变来变去，那可能呢明天就倒戈。那当然这个呢就回到政治的基本面，就是妥协。那政治是妥协，那就怎么个妥法？谁的议题或者谁的方案，可以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进而这个组成联合政府。这个呢，就会你从法国现在他们呢用这个体制一方面，第二个呢，你从他选民的素质，你就可以看出，法国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尊重民主的制度的国家，因为这个制度呢是经过国民议会全民通过以后所以才执行的。那现在呢，因为极右派的现在也不会超过25%。可是这25%呢，他们足足就让法国的政府呢，我不能讲说他兴风作浪，因为他有他的理想极右派的呢，你想也知道，极右派需要做哪一些这个呢，就是走自己的路线，不跟欧洲不管国际事务外国人通通赶走这些激进的做法呢，当然没有办法让法国稳定，还有继续发展。那相对的呢，你左派的有极左派的、中间左派的、中间偏左的，或中间偏左又偏右的，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种不同的组合。这些组合呢，就决定了你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而这个走向当然是由总理总集成。那在很多议题方面呢，都是妥协、妥协再妥协甚至于让步到最后的再让步，因为他必须尊重所谓的大多数的决定。好了，那这个大多数的决定呢，这个我们明白的讲，就是一个游戏规则。你不尊重，你不接受这个游戏规则，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可是呢，法国的民众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说因为某一个政党或者某几个政党或者某一些政治人物他主张怎么样很激进，但是呢，支持人数如果没有超过50%的话呢，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民他会尊重多数，这个就是尊重民主的游戏规则这个地方呢，我们举2个例子，就是希拉克在30年前跟这个极右派的叫做 Marine Le Pen，Jean-Marie Le Pen， 他是极右派的民主阵线呢选举。到第2轮的时候，因为第1轮没有人超过50%，所以在第2轮投票，就第1轮投票完之后的2个礼拜呢，要举行第2轮的投票的时候呢，发现到说哇，这个如果没有过的话呢，那法国呢可能呢会变成为一个极右倾的国家，那这个呢又不符合法国人爱好和平享受生活的一个传统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呢，到最后，投票那一天呢，天气很好，本来大家都要出去晒太阳。各位，给大家参考，巴黎1年只有165天出太阳所以大家要去晒太阳，那就想干脆，既然不能不投的话，会影响我的未来，影响我的子孙，所以呢，投完票再去晒太阳，少晒2个钟头、3个钟头，就这样一个例子。第2个例子呢，就是马克龙总统在上一次选举第2轮选举的时候呢，跟他的女儿叫做 Marine Le Pen 呢，情况呢也大概是一样。结果呢，选民呢到最后呢，还是决定呢比较安心的，或者倒过来比较没有不安心的情形之下呢，让马克龙呢继续连任。好了，马克龙呢，因为总统他们的任期原来是7年，现在呢改称为5年。所以马克龙担任5年之后呢，已经2任了，不能够再继续连任这个情形呢，让我们想到普丁呢担任总统2任之后呢，他修改宪法可以再选，
然后呢，他呢就先不当这个总统，然后去当总理，等到他的接任的或者是他指定的人选呢，总理任完了以后，他再出来选总统。这个呢，也让我们想到说，习近平已经连任3次了，他会不会再继续要连任，或者用什么方式去修宪，或者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呢，就是你会看到政治的现实利益的话呢，会让领导人呢有自己的盘算。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我们比如说，包括现在比较少听到，因为川普最近也超忙的。不是有人问过说，川普是不是或者川普自己讲说他要再选第3任吗？那当然，这个呢知识体大，是不是要经过修宪，或者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让美国人去伤脑筋。我们作为观察员的话，我们了解一下，谁来做？对老百姓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好了，那这里呢，我们回头看看法国人，他们对自己的幸福程度。PowerPoint 里面有一页专门讲全球幸福指数的排名，我们排名全球第26名。全球前30名里面呢，有18个是欧洲国家，那你就可以相对的看到先进国家它所提供给民众的所谓的幸福指数的话呢，相对呢就比较多一点，比较高一点。左边看到这张 PowerPoint 呢，这个是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呢，那里有一个这个台湾的书法教育协会他呢带团画家，我们的画家去那边展览书法跟这个国画。那会有这个因缘呢，是因为我们那里有位这个台湾的侨胞，他在那里教书法，所以呢，那就促成了大家彼此的交流。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这种所谓的公开的文化交流的场合呢，当然我一定会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两国之间人民交往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去呢，那然后我至此呢，我就先用布袋戏来一段。哇，全场呢，大家呢都眼睛呢张得开开的，没有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呢还是保存的那么好。那这也就是这个文玉他呢文玉老师呢在当地教他的儿子呢还有当地的学生，现在应该超过50几个了。那我们的书法协会每年都办国际展览，他们都有10几件来展览。那你刚刚看到的成龙在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呢，这也是一段有趣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一年5月都参加在坎城举办的世界4大影展或者5大影展都没关系这个坎城影展呢，我们都有去参加，而且受到很高度的欢迎。那台湾电影之夜呢，往往都是这个一票难求。那有一年呢，我们的这个台北市的电影协会呢，找小姐呢，她就找到秘书长，请到安排到成龙呢，带他的团队呢，到我们的这个酒会场所台湾电影之夜呢去去致辞。他一上去以后呢，他当然很高兴看300-400个人在那里，他当然兴高采烈的拿着麦克风呢，呱啦呱啦一直讲，我把他打断。一开始呢，成龙讲说：“我讲话你怎么把我打断？”我说：“成龙先生这里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听懂你讲的广东话，有一半以上是法国人，所以呢，我必须把你打断，我来翻译。”他说：“哦。”他马上就了解一下，他说：“哦。”他就讲一段，就让我翻了一段。然后呢，他这个讲完以后，他说：“你怎么会学法语啊？你怎么会讲法语？”我说：“我是在台湾学的，法语是 Made in Taiwan。”他说：“这样子我说在台湾有很多人，法语比我更好这个我们在台湾有学会讲。”他说：“那很好。”这里呢我们看到法国人对电影的重视程度。我们如果举法国人他在对鼓励电影这个行业里边所做的努力的话呢，你会又很佩服一次。为什么？法国有一个电影协会，法国的文化部他所提供的这些资源呢，
会让我们吓一大跳啊！金额多少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政府从上到下，因为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那他们呢透过举办坎城影展啊，当然全世界都知道法国的坎城。那另外呢，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法国除了电影展以外，动画展、漫画展，还有呢这个卡通片展、纪录片展都是赫赫有名。那我也很高兴，我们的纪录片展啊，我们也去参加。那是因为有一次呢，我们到法国一个海边的城市去拜访当地的市长，还有当地的一所学校。演讲完以后呢，市长呢中午呢特别请我们吃饭。吃完以后就聊到我们希望，因为法国是文化大国，所以呢我们想能够加强在这方面的交流。市长听了很高兴，说：“哦，我这里呢是这个全法国最重要的纪录片展的这个场地，来，我给你介绍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从此呢就每年都参加法国的纪录片影展。我们台湾的黑熊一个麦导演呢，他有拍了一部纪录片，记录台湾的黑熊的生产活动的情形，生活跟活动的情形呢，这一些呢参展呢得到纪录片奖。各位亲爱的伙伴们，今天在台湾有很多地方，我们的表现呢是让国际社会说：哇，你们那么尊重这些稀有的动物，因为大家知道，台湾黑熊是台湾的原生种。那台湾在文化领域方面呢，我们做的呢，会让法国人竖起大拇指，甚至于让中国大陆呢，也因为这样呢，他们也去搞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心。那我们是台湾文化中心，当然不是打对台，但是我们先出来，所以呢，你就不能够说你出来以后你叫我改名啊，这一点呢，有人这样想过，我听了我笑笑，我不讲话，对不对？那这个情形呢，就好比我们有些地方呢不敏感，我们有问题大家来沟通，不一定要吵架。中华民国1912年就出生了，那你不能够说你比我慢出生，你叫我改名字。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那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题外话。可是呢，你会看到法国人看台湾跟看中国大陆呢，我们也不用特别去帮谁背书，但重点就是今天在台湾，我的存在是一项事实。我全球不要说别的，现在 AI 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不希望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到他们那里去设厂生产合作，包括日本的熊本，包括德国，还有包括法国在内这一些呢都可以让全世界了解到说，台湾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竟然呢在它特殊的处境之下，而且呢随时都受到来自外面的军事恫吓的压力，而在台湾的人民呢，他的平均寿命以法国来讲，他们是平均男女83岁，我们呢81岁，那他们的女士是86岁，我们是84岁，男士呢大概是差2岁。那你会看到一个国家，尤其在医疗体系、公共卫生这方面呢，当然让人家觉得说，哇，你们真的是不是普通的厉害不是普通的厉害这布袋戏的语言那换句话说，以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全球第7大经济体，我上次也提过，法国是全世界现在第7大经济体。我第一次1980年去的时候，它是第4大经济体。那么接下来呢，第2次去呢，91年呢变成为第5大，第6大呢是我第3次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还是第6大，等到我回来的前年呢，它变第7大，因为印度进来了，所以呢，请大家记住，不进则退。那今天在台湾，我们当然做的是不错，但我们还不是世界第一。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包括学校、中学，甚至于小学，我们去分享、去讲故事，都鼓励大家要听秀台湾，要努力认真。那如果以国际社会的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度来讲呢，这一点也是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个重点。第一个，法国对以色列跟哈马斯跟叫做巴勒斯坦的这个纷争的问题呢，当然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讯息，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呢，他们继续交换俘虏，甚至交换这个人质死亡的尸体。另外呢，他们要谈判停火。那我们知道停火不知道讲过几次了，应该最少3次。都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又打起来了所以呢，停火就被破坏了现在这一次呢，听说姑且听说呢，这一次呢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刚刚到华盛顿去见了川普，所以呢大概有谱有谱会不会变动呢？我不知道。无可奉告，但是呢，你会看到，有一点，全世界都在谴责以色列，就是国际社会，其中包括难民组织提供的人道救援物资，包括饮水、包括面包、包括粮食这些呢，要运到巴勒斯坦里面去，就是加萨走廊那个地区呢，以色列呢百般刁难。以色列的作用呢很简单，他希望呢让这些巴勒斯坦人通通躲掉了要么移民，要么就不要在这里，免得呢我晚上睡觉呢还要担心你们晚上起来打我。这中间呢牵涉到哈马斯战士。哈马斯战士是巴勒斯坦人里边的一支政治的势力，他们呢是属于激进派的，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呢？就是伊朗。为什么以色列要去打伊朗呢？为什么以色列大概在1年前呢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把真主党的这些头目呢透过他们的呼叫器，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呼叫器突然间同时爆炸听说当然我也不能说对跟不对，有此一说，就说是他们的呼叫器呢是台湾某家公司的名义呢去生产制造然后呢这一些这个真主党的人呢，这些领袖呢，因为呢他们不敢用手机，怕被截听，所以呢他们就用呼叫器。那有呼叫器以后呢，再通话干嘛？结果呢，设定在同一个时间内爆炸，所以呢，真主党的这些重要的头目呢，通通被炸死了那因此呢，以色列呢，为了他自保，所以呢，他把以色列的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干掉。然后呢，他把以前的叙利亚在阿塞德，他是亲俄罗斯的，他也是受到伊朗的支持，所以呢，以色列不安的源头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但最重要的就是伊朗。伊朗曾经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以色列呢也反唇相讥，他要把伊朗呢全部呢。人民呢，全部呢，让他不见。好了，那不管怎样呢，这外交上的口语听听就好。但是呢，你看到最后，以色列呢，总算呢，真的是你说他吹一口气也好，一方面因为牵涉到这个加萨走廊的难民问题，最少56000名的无辜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是妇女跟儿童呢，被牺牲掉了。那现在呢，人道救援呢，以色列还是在刁难，国际社会对他多所责难呢，包括联合国在内通过决议案呢，要谴责以色列呢，以色列呢根本不在乎，所以会让你想到说国际组织、国际和平、国际社会到底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呢，就要回到我们现在面对的强权世界。那以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两边来讲的话呢，法国、德国、英国，他们都最近都一再的重复要全力支持乌克兰。那乌克兰呢，他们也很用心，它包括呢
空军的驾驶员有一部分是法国人训练的，那另外的呢，甚至于呢，也有这些所谓的军事人员，当然他不是穿军服因为穿军服会被俄罗斯解释为你是北约的人员呢的参与这个战争这个会引起更大的争议。所以呢，现在你会看到俄乌战争呢，好像也还没有进到川普所讲的期待呢，能够尽快的这个停火，然后签署和平协议。那当然，我们就不讲说川普他曾经扬言，就任以后呢，24小时最后呢1个月，最后3个月，那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会早成为3年，不知道要让俄乌战争结束。那川普总统在上个礼拜呢，跟普丁总统呢，就从他1月就职以来的第7次通电话，很显然的呢，他并没有得到普丁的首肯停止战争。所以呢，川普呢，原来在上个礼拜不到10天的时候呢，扬言乌克兰你要是这个不配合的话呢，那我就不再援助你。可是呢，昨天呢，是今天早上呢，他又说，我们要全力挺这个乌克兰。对不起，我也不敢多问，因为说不定明天你说算了，我就不听你的，会不会这样呢 ？I don't know。这些呢都是国际议题里面的变数。而法国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主张两国方案。两国方案就是1981年那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案，1947年的181号决议案呢，就是在这一块土地加沙走廊跟今天的以色列的所在地呢，成立巴勒斯坦国跟以色列。那以色列呢，第2年就成立了巴勒斯坦人到现在为止，因为阿拉伯分成2大教派，什叶派跟逊尼派，彼此之间呢角逐，到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没有成立国家。所以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一开始就主张要两国方案才能够解决创造当地的这个叫做和平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着落。OK， 那以法国来讲的话呢，法国总统呢昨天开始到英国去访问，做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这个就是最高层级的元首的互访。那他也明白讲，他说英国当年20年退出欧盟的时候呢，让大家觉得很遗憾。可是呢，他现在在跟英国做这种修好的互访的话呢，希望呢这个对欧洲的团结有更大的帮忙。那英国本身也有人在探讨，我们要不要再重新考虑加入欧盟。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有人在提议说，北约是不是到亚洲来设立这个所谓的办事处？那尤其日本最热衷，因为主要是对抗中国大陆。那法国政府立场很清楚，他说不必考虑，这是他的立场。那法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PowerPoint 可以让他从头再跑一次。那法国呢对中国大陆呢，当然它市场上的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席位的关系，国际议题需要他的帮忙，所以呢，你会看到法国跟中国大陆呢彼此之间保持一个我们讲说良好的互动或者正常的互动，这样好了那重点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社会也看到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军备经济方面，还有跟美国，特别是关税战争跟美国直接呛虾，像这一些呢，都会让你看得出法国在国际议题里边呢，他们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他主张成立叫做欧洲政治共同体。我们知道欧洲共同市场这是经济领域的，那欧洲政治共同体呢，就是更紧密的把欧盟国家呢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个呢对美国来讲的话，他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呢一方面要求欧盟的国家你的国防预算，北约国家对不起，30个国家里面呢美国不算以外，其他的国家呢你的国防预算呢要提高到5%，现在呢大概2%、3%。
法国呢也不到3%，德国呢超过3%。但不管怎么样，要提高到5%。这样的话呢，就是美国呢，它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做军事或者国防安全的权力的防卫欧洲，你们欧洲人自己要去料理以美国来讲的话呢，因为它的债务呢将近超过40兆，这个兆呢，光是这个叫做这个利息的支付呢，每一年最少超过1.5兆美元呢。所以呢，川普总统呢处心积虑的能够减少他的支出，然后呢，能够呢减少他的外债的金额，其中一样呢就是美金贬值，也就是相对的逼包括台湾在内当然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他直接要求台币升值，但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看到破38了，破28，对不起最少呢12%。各位，你口袋的钱就这样子跟美元来讲的话呢，当然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全球化以前有人讲，我引述过张忠谋先生讲的全球化已死。那我的解读是，全球化不会死，因为你只要有国际贸易，只要有所谓的任何国际社会的成员希望能够改善你的生活，国民的生活的话，就会有国际贸易的存在。那这个机制呢，是有一定的体制或者是机制在那个地方，你要用心，你要刻意的去调整或去扰乱它的话呢，会让天下大乱。这个情况呢正在发生。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看到法国本身，它原来也期待说它的经济能够1%，但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人敢跟你保证它的经济会1%。可是法国在国防工业这方面呢，它的净收入呢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法国在观光领域来讲的话呢，它以2024年的这个金额来算的话呢，是占它的 GDP 的3.25%，那算是很高的。我们在台湾呢，大概是2.45而已。而我们的出国的人数呢，比进国来国内的人数呢还少很多。这些呢数据各位去看 PowerPoint 里面都有。我已经讲了83分钟了，那现在我停下来。好让各位伙伴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欢迎大家提出来，谢谢。好，我们谢谢大使这么精彩的连续不断的给我们83分钟这么长的一个演讲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要给大使这边反馈的部分呢？好，大家一直在鼓掌哈，实在是太精彩了。好，不敢。OK， 那大家都很客气哈，都没有声音，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不要客气啊。对哦。你那个小孩要去法国留学或者你要去法国观光我们有朋友从法国，因为上个礼拜还在巴黎他们说哇，巴黎热得不得了。太阳晒，我说你要小心，晒得太美的话，回来还认不出来了。因为巴黎上个礼拜呢36度，而法国呢今年夏天到现在为止最热的是高达41度，是1947年以来呢温度最高的一个夏天。当然现在已经降下来，现在剩下28度，今天是28度，28度很舒服因为它干燥。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大概不知道的，法国不习惯装冷气。当然，新的大楼现代化的有冷气，要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冷气它因为它干燥，所以呢还不会太难过。好，大家有没有想要提问？其实我刚才针对大使在讲的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觉，就是大使有提到，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不会伟大。没有教育不会成长，就这句话关于到就是这句话，我会觉得想到，其实我觉得后续很想请大使就再来针对法国他们的教育的这一块，他们是怎么举办，他们如何
就是是怎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针去造就了他们现在？法国的教育啊，它有一个我刚刚讲过，它的基本目标就是，告诉人民啊，认识认识共和国的价值。啊，共和国因为有我们讲说，共和国是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那在这个方面呢，你就会看到对人权的尊重。人权的尊重呢，就包括对不同肤色、不同家庭状况、不同这个叫做不同处境的人呢，给予更多的这个同情、关爱跟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虽然没讲到，可是呢，我讲现在讲也可以啊。就是在国际上呢，好，其实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今天时间有一点晚了，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可以聊的还蛮多的哈。就是我想要另外就是后续另外辟一个时段来请大使来跟我们聊这个部分，可以吗？还有后续啊，我以为都下课了。哎呀，大使你讲的都讲完了，内容这么的多，我们一次就这样子，就是一个晚上就这样把它给，就是太简短的把它讲完，我觉得太可惜了。一定有好多的相关内容可以跟大家做补充这样子。大使，我们先来合影好吗？OK， 好。哦，那我们来邀请大家来把镜头打开。哦，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